书接上文，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流沙与郑小山完成了情侣间感情交融的最后一步，灵肉合一。毕竟我们的主人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凡夫俗子，世间要过的基本程序还是不能免的。他决定千里提亲，名正言顺地把郑小山娶回来。既然说到提亲，就不得不提到郑小山的父母。半个月后，四川某市某酒店包房，郑小山的父母郑天宇及夫人，郑小山和流沙四人分宾主落座。第一次家长见面会，气氛既温馨又有些紧张。服务员开始上菜，7碟8碗的摆好一桌子。小王啊，你的事情我听珊珊说过，我也不怀疑你完全有能力满足我女儿的物质生活，只是现在你们还都年轻，真的认定彼此能够相伴终生，不离不弃吗？郑天宇没有绕弯子，直奔主题。纵然珊珊昨晚在二老面前把心上人描述成人中龙凤，天赋异禀，侠骨柔肠的好男人，但是郑天宇还是担心孩子涉世未深，这么仓促就定下终身，将来这个男孩子在始乱终弃，岂不毁了孩子的终身？流沙听罢，深情地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郑小山，正色回答道：叔叔，我是一个孤儿，自小经历无数白眼嘲讽，饱尝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苦难并没有让我学会仇恨，只让我学会了感恩。如果二老肯让我和珊珊在一起，那她就是我这辈子最亲的人，我愿用生命去保护她，爱护她，不让她受一点点委屈，和她一起白头到老。请您相信我。郑天宇两口子看着眼前这个男孩子，信誓旦旦，半天没有说话，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既不是相信也不是怀疑，是一种难以揣测的彬彬有礼。只是郑小山听完很激动，低着头泪眼婆娑，心中涌起一阵阵幸福感。终于郑小山的妈妈开口了：孩子，你的身世是够可怜的，我们很同情你，相信你是一个自强自立的好孩子，只是听珊珊说你现在的身家已经过亿，我们家只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实在是高攀不起啊。我们的意见是，更希望珊珊的生活能够平平淡淡，最好是嫁个普通人过普通的日子。所以你明白阿姨说的意思吗？妈，郑小山有点不理解地喊了一声，意思是你怎么不向着自己说话？你先别喊妈，妈妈是为了你好。流沙目光柔和地看着郑小山的妈妈，缓缓地说道：阿姨，我理解您的意思，一个20多岁的男孩又是要饭出身，这么短时间发迹，的确很让人怀疑此人的品质和手段。我也不想解释太多，只想说一点，阿姨，我会用我赚来的钱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我赚钱的初衷。至于您说普通人的生活，请再给我一段时间，我现在的公司正在转型期，再有一段时间，我的名下就不会再拥有任何实体了，我和珊珊就会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好了好了，郑天宇挥挥手说道：小王啊，我们也不是不开明的父母，只是尽一个父母该尽的责任而已。如何选择自己的将来，我们当然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权利。来，别光顾着说话，边吃边聊。珊珊赶紧拿起筷子给妈妈夹菜，屋里的气氛终于不是太紧张了，一家人有了其乐融融的气氛。期间大家又聊了一些琐事，如果世间的平淡一如当晚的月色，那该有多好。可惜呀，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即使来的再突然也是有原因的。时间也就过去半个多钟头，此时门口传来敲门声，随即走进一个女服务员，手里端着一盆鸭汤。客人，请问需要分汤吗？服务员声音甜美，毕恭毕敬地问道。郑天宇抬眼看了一眼，服务员端着汤到角落里的角柜边，从里面拿出几个小碗，很专业地开始操作。刚才包房服务的那个女孩子呢？郑天宇的夫人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哦，我们2个人负责一个包房，她在门外呢，需要我叫她吗？女士服务员转身很有礼貌地回答道。没事，呵呵，
我随便问问。郑天宇夫人随口说道。此时流沙感觉这个女服务员大有问题，脚跪在她的正前方，也就是说服务员是背对着她。流沙看着她的背影，更加确定了内心的想法。疑点有三，第一是工号牌，第一次服务的女孩工号牌号码是006号，她的也是006号，说明她用的就是原来那个女孩的工号牌。根据流沙进来时的观察，所有服务员的工号牌号码都是不同的，那为什么说原来那个女孩在外面？第二是睫毛，这里的女服务员都是要用睫毛膏把睫毛上卷的，可是这个女孩却很自然，没有化妆。第三是端汤的手，一般人都是很怕烫的，也就是说会端汤碗的边缘，这个女孩却是捧着汤进来的，说明这个女孩双手肯定经受过强力的训练，再加上她面板一样笔直厚实的肩背，更加印证了这个想法。流沙很惊讶，他是谁派来的？是针对自己的吗？又是什么目的呢？这些想法只是在他的脑海中一闪，他一边陪着郑天宇说话，一边揣测可能是谁安排的。就在此时，令他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正在谈笑风生的郑天宇似乎漫不经心地用左手的食指在餐桌上轻微敲了几下，就像是很随意的动作，在平常人的眼中根本不会去注意，那就是一个不经心的抖动而已。可是流沙清楚地看到，那是摩斯电码，意思是有危险，服务员有问题。流沙心中一凛，郑爸爸正在和自己说话，他更不可能知道自己懂电码，那就不会是在跟自己用电码交流。珊珊也不可能懂电码，那就是和郑夫人，他们两口子到底是什么人啊？珊珊不是说他们是中学老师吗？流沙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疑惑，现在他只知道这个屋子里除了郑小山外都不是普通人。他决定先不露声色，看看再说。叔叔，我再敬您一杯，祝您身体健康。流沙想罢，端起酒杯恭敬地说：好，来，咱爷俩干一个。郑天宇似乎很高兴的样子，端杯和流沙轻轻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好像有点喝急了，咳了几声。郑夫人有点埋怨的意思说：老郑啊，你心脏不好，少喝点啊。说着轻轻拍他的后背。哈哈，老了，老楼。郑天宇自嘲道：叔叔，您看着一点都不老。流沙边奉承边站起身把酒满上。郑夫人拍打的这几下，流沙也看在眼里，看来真的是摩斯电码无疑了。他说的意思是怎么办？让孩子先走吗？好，小王啊，你这孩子不错，咱们今晚就多喝点。服务员，先别分汤了，放那儿吧，一会儿我们自己分。去，再给我拿一瓶白地来。郑天宇兴致很高，招呼服务员。好的，先生。服务员似乎没想到还有这一节，稍微错愕了一下，马上又恢复正常，轻轻开门出去拿酒了。爸，不是还有半瓶吗？你可别喝多了。珊珊不解地拿过酒瓶晃了晃。哈哈，爸爸高兴。怎么，怕把你心上人喝趴下吗？郑天宇开玩笑道，似乎很得意地敲着桌子。流沙也笑了，对郑小山说道：珊珊，叔叔高兴就好，不会有事的。说着他用余光看到郑天宇敲的意思是别慌，一会儿让孩子走，咱俩走不了了。郑夫人看到后猛地抬头看了一眼郑天宇，眼神很复杂。这一切都看在流沙的眼里，他决定出去看一看，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着了人家的道。想罢，他站起身，不好意思地说：叔叔阿姨，我想去趟洗手间。流沙缓步走出房门，现在正好是饭点，大厅里已经坐了几桌散客，来来往往不少人，显得既忙碌又热闹。路过吧台的时候，流沙漫不经心地四处看了一下，吧台里的服务员还是进来时看到的，只是他们的表情都好像不太自然。吧台边上有一桌客人比较特别，既不像其他桌上的客人那样推杯换盏，似乎又没什么交流，只是默默吃着东西。他们有7个人，穿着很随便，很刻意的不看走过的流沙。当然
这些在寻常人眼中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流沙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痕迹太明显了。流沙径直走向卫生间，据他初步观察，这间饭店已经被控制了。目前仅在大厅和门口就不止20个他们的人，看来事情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流沙边走边拿出手机，那时候已经换成摩托罗拉了，大砖头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他给悟心发了一个短信，内容如下：3D 订今晚飞去山西的机票3张，用全新身份告诉陈元，第3个身份是做珊珊的，1个小时内去他家取回来，等我电话。流沙发完短信随手删掉，往包厢走的时候，大厅依旧很喧闹，但是他知道此刻正有不下20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流沙很自然地往回走，老远就看见那个女服务员站在包厢外，包厢里面郑天宇默默喝着酒，表情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看到流沙回来，赶紧招呼他坐下。郑夫人正和珊珊唠着家常，无外乎询问他大学生活什么的。角落里的汤依旧摆在那儿，之前服务员拿进来的酒还摆在桌上没有打开。流沙隐隐感觉到这汤和酒绝对是有问题的，里面应该是麻醉药之类的东西，肯定不是毒药。如果外面那些人想杀掉他们的话，根本没必要这么麻烦。现在他关心的倒不是这些人或者郑小山父母的身份，他更关心怎么让大家全身而退。事情已经刻不容缓了，一旦外面的人发现郑天宇已经识破，那就肯定会动用武力，那就很难掌握局面了。想罢，流沙笑着坐下，把右手放在台面上也轻轻敲了几下，意思是我已经知道了，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郑天宇夫妇脸色登时大变，两人皆笑容皆无地严厉看着流沙，目光如炬。他们没想到眼前这个男孩竟然懂摩斯密码，而且演技这么好，竟骗过他们两口子这么久没被发现。你到底是谁？也是他们派来的吗？郑天宇直勾勾地盯着流沙，低声责问道。流沙还没来得及回答，珊珊也注意到了父母态度的突然转变，紧张地问道：妈，我爸怎么了？你们怎么突然这样？你闭嘴！郑天宇头都没转，低声呵斥道。珊珊从来都没见过父亲这么严厉，吓得不敢再说话。叔叔，你误会了，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些人，摩斯密码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所以早就懂。如果我是他们的人，怎么会表明我懂呢？流沙正视着他，诚恳地说。郑天宇沉吟着点点头，低声说：小王，看来我要重新认识你了。流沙焦急地说：叔叔，现在10万火急，外面有不下20个人包围了这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这时半天没说话的郑夫人开口了，只见她苦笑了一下说：孩子，我们还能去哪？他们要找的是我们，不会难为你们俩的，只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妈，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包围啊？你们到底怎么了？郑小山彻底不明白了，拽着他妈妈的胳膊焦急地问。郑夫人扳过他正色说：珊珊，不要问那么多，现在时间不多了，你和小王赶紧离开这里，记住，走了以后永远都不要回来，更不要打听我们的事。说着，他双手摘下自己的项链给郑小山戴上。孩子，这是你姥姥留给我的，现在妈妈留给你，记住，不要回家，不要打电话，不要打听我们的事，也许你们会躲过去，明白吗？郑小山满面泪水，看着项链坠上的蓝宝石熠熠生光，他彻底懵了。妈妈，你说啥呢？我不明白。话还没说完，只见郑夫人出手如电，在郑小山的后颈处不轻不重地砸了一下，他就这么晕了过去。流沙一时反应不及，不解地看着武林高手。行了，小王，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掌上明珠，现在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爱他一辈子，你能做到吗？郑天宇双眼紧盯着流沙，厉声问道。能。流沙坚定地回答道。好，你和珊珊躲到餐桌下面，我和你妈会从窗户出去，解决掉后门的看守。
跳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发出声音，引他们进来。5分钟后，你们就可以出去了。厨房后面还有一个出口，从那里出去后，去同光胡同一家天帮五金商店找店主叫张建国，见到他就说买3寸长的扳子，他自然会安顿你们。能做到吗？郑天宇交代刘莎。刘莎听得很仔细，心里涌起一阵酸楚，旋即不无担忧地问：这可是3楼，您二老真的可以吗？那个你不用担心，无论我们是死是活，都不能再见，记住你答应的。好了，快藏起来。郑天宇上前扶过晕倒的郑小山，旁边的郑夫人面露忧容，却没掉一滴眼泪。她撩起桌布，2人把女儿藏好，刘莎赶紧蹲下身子也钻了进去。外面2人环视一圈，看不出来破绽，轻叹了口气，来到窗边。准备好了吗？郑天宇微笑了一下，轻问身边的爱人。只是怕没有机会报仇了。郑夫人也轻轻笑了一下，报仇2字说得很轻，算了，人总是会死的，走吧。郑天宇纵身往外跳出去，郑夫人紧随其后，夜色中就像2条魅影。房间里安静极了，刘莎仿佛能听到风吹过的声音。过了不到半分钟，楼下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声。刘莎知道这是在引外面的人，心里不禁一紧。就在此时，包厢的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一大帮人闯了进来，房子里哪还有半个人影？听得出一帮人涌到窗边。刘莎听到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传过来：3组，楼下怎么回事？喂，你他妈说话啊，都死了！喂，快下去，他们跳窗跑了。一帮人鱼贯而出，房间里又安静了下来。刘莎看着昏睡的郑小山，心里五味杂陈。约莫过了3-5分钟，刘莎没有听到有人进来的声响，估计全都到门口看热闹去了。她赶紧扶着郑小山从桌底钻出来，现在也不知道老丈人是死是活，为今之计只好先逃出去，再去寻找所托之人。也许他能够解释清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想及此，刘莎背起郑小山径直向外走去。出的门口，所幸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出所料，店里的顾客和工作人员全都往窗口的方向望去，议论纷纷。有说这些人是便衣警察正在抓捕犯人，有说看见有人从楼上跳下去的，反正是说什么的都有。刘莎无暇理会，背起郑小山就往楼下跑去。果然不出郑天宇所料，直到刘莎2人跑到大路上，也没碰到任何阻拦。他随手打了一辆车，直奔同光胡同而去。在车上，他给雾欣打了个电话，简单交流了一下发生的事情，让他做好证件后，直接到天帮五金商店附近等2人。出租车开了有半个小时的样子，终于来到同光胡同路口。下车后，刘莎放眼望去，这是一个纵深狭长的一个临街胡同，他们要找的五金商店正好在胡同口。刘莎背起郑小山，快步往五金店走，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他心里涌起从未有过的紧张。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敌人是隐形的。进到店里，里面的布置很普通，房子大概有个70-80平方的样子，摆着一溜柜台，里面摆着各种五金用品。柜台里面站着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体态臃肿，留着短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洗得很干净。此时他正在摆弄账本之类的东西，计算器按得啪啪直响。需要点什么？慢慢看。店主听到开门的声音，但是没有抬头，声音稍微有些沙哑。刘莎小心地把郑小山放在椅子上，起身走到柜台前，焦急地问道：请问您是张建国吗？店主抬起头，看到是一个20多岁的男孩子，椅子上还坐着一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好像还昏迷的样子，不禁很诧异。我就是张建国，你是？张叔叔，我是来买3寸长的扳子的。刘莎直奔主题。啊！张建国听言，心中震惊万分，不禁失口喊了出来。他上下打量起眼前这个男孩子，面色冷峻，目光深邃，虽然年轻，却看不出一点稚气的样子。
只是他没想到事情还是发生了，心中涌起万分的悲怆。不过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他需要冷静。既然这个孩子能说出暗语，那就说明是郑先生信任的人，现在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想罢，他摆摆手，示意流沙不必多言，急忙转身出的柜台，走到门口张望了一下，确认没有可疑的人和车之后，把卷帘门拉了下来。流沙看他如此失态，知道事关重大，也就不再多说，走到郑小山身边坐了下来。张建国转身走过来，低声看了昏迷的郑小山，问道：你们和郑先生是什么关系？这是郑叔叔的女儿，我是她男朋友。流沙如实答道。想不到郑先生的女儿这么大了。张建国没再说什么，走到郑小山跟前，伸出双手，大拇指在他太阳穴上按了一下。郑小山紧皱眉头，缓缓睁开了眼睛，茫然看了一下四周，看到流沙坐在自己身边，旁边还站着一个陌生人，虚弱地问：我这是在哪儿？珊珊，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咱们逃出来了，现在在郑叔叔的朋友这里。流沙赶紧回答。对了，爸爸妈妈呢？他们在哪儿？你快说啊！郑小山猛地想起来饭店里的事情，急得哭起来。流沙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不知道他们现在究竟是死是活，想及此心如刀绞。张建国赶紧步入主题，低声问流沙：孩子，你把来龙去脉详细说一遍。流沙就把饭店发生的一切全都详细说了出来。当讲到郑天宇夫妇为了引开追踪，不惜以身犯险时，郑小山忍不住失声痛哭。世上父母皆如此，敢为儿女负黄泉。读尽天下书，也唯有那一本书是我们永远无法读懂的，那就是父亲母亲。叔叔，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流沙讲完，赶紧追问道。张建国一时语塞，这是一个太长的故事了，该如何讲起？而这一切难道真的是郑天宇夫妇想要的吗？他的眼圈红了，看着坐在椅子上低声饮气的郑小山，缓缓道出实情。孩子，你的父母是国家特工。是的，就是为了国家利益执行任务的人，教师只是他们的表面身份而已。我知道你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并不是他们想瞒着你，而是这都是纪律，更主要的是为了你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成长。20多年前，你的父母在非洲某国执行任务时相识相爱，这在当时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考虑到你的父母当时成功完成了一些任务，有着突出的贡献，才得以安置在国内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监禁生活。你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当时的内部文件是此二人严重违反纪律，永不得再参与任何任务，在某地实施保护性监禁。这种处罚在当时已经是最宽容的处罚了，所以你的父母亲也就安心的生活。直到15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你父亲的愿望。此人带来一个命令，命令郑天宇夫妇即刻参加代号蓝箭行动的小组。行动目的是在国内某特大工程上马时，监视参与工程的高级官员是否存在贪污渎职。之所以启用他俩，主要原因还是这个神秘人物特殊的身份和他对郑天宇夫妇的赏识。本以为有个2-3年，行动就会结束，可出人意料的是，事实远比预想严重得多。经过小组的缜密调查，发现在这个工程中涉及到很多贪腐官员，而这些官员背后都有着神秘到近乎可怕的力量在支撑。就在此时，小组领导也就是那个神秘人突然接到命令，蓝箭行动取消，所有档案记录全部销毁，小组成员回归原有单位。领导人也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再查下去会有什么后果。贪污也许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对贪污者的依赖。可是就这么放任下去吗？他不甘心。在解散小组的最后一刻，他把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和涉案人员名单交给了你的父亲，并叮嘱他妥善保管，等到合适的时机自然会回来取。在接下来的日子，你的双亲就生活在现在这个小县城里，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至于我是当年蓝箭行动小组的外勤组组长，也是奉命保护他俩安全的人。10年了，原以为事情已经过去，没想到该来的还是来了。知道这份名单的人只有组长，我和你的父母。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组长被控制了，所以这些人知道了你父母的所在地，目的就是为了这份名单流沙二人听得云山雾绕，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郑小山更是六神无主，兀自哭泣着，毫无办法。这么说，饭店里的那些人是后面贪官派来的吗？流沙问道。张建国点点头，说道：应该是。时隔多年，其中的很多人都应该是升迁了。这份名单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定时炸弹，一旦公之于众，可就是粉身碎骨啊。可是这名单不在我们手里，除非他们抓住郑叔叔，不然是绝对拿不到的。流沙正色说道。张建国默然看了郑小山有2分钟，接着说：你们刚进来的接头暗号有2个意思，一个是启动撤离系统，另一个就是保证带来的名单安全。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把名单给你们了。流沙想了一下，突然说：珊珊，我知道名单是怎么回事了。张叔叔，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张建国转身走到柜台后，从里面拿出一把车钥匙，表情严肃地说道：在港口有一个集装箱是我们的安全屋，我们现在去那里，到了以后用那里的设备启动撤离系统，这个集装箱会被发往纽约，有生之年我们恐怕再也不能回来了。那我爸爸妈妈怎么办？我不走，我要等他们回来。郑小山听言放声痛哭，流沙也是心酸不已，抚着他的后背安慰他：幼稚，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如果他们被抓，24小时内这里就会暴露，即使他们跑掉，你们的行踪也会很快暴露，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你们这么懦弱，能对得起郑先生的一片苦心吗？张建国双眼通红，厉声质问。流沙的手机突然响起，张建国警惕地喝问：谁？流沙拿起手机，号码显示是雾心打来的，是我的3弟，来之前我让他准备机票和假身份的事。流沙老实回答道：长话短说，张建国一时也不知道这个男孩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有一点他是明白的，郑天宇夫妇所托的人肯定是值得信任。喂，3弟。流沙点点头，接起电话：大哥，准备好了，你怎么样？没事吧？雾心在电话里很担心，声音都沙哑了。我没事。流沙在脑海里快速整理了一下发生的这些事情。这样，3弟，你不要送过来了，马上坐飞机回去，和2弟在一起，告诉他回笼资金，等我的电话。流沙现在只能说这么多，在确定安全之前，什么都不能讲。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现在就去找你。是雾心哪里放心得下，坚持要来找流沙。听我的，马上回去，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流沙说完，直接挂断电话，关机。张建国全都听到，默许的点点头。流沙看着眼前这个中年人，心想此人没有问题，问题是对手隐藏的太深，他从未有过的紧张起来。事不宜迟，咱们快走。张建国对2人焦急地说道。走吧，珊珊，叔叔阿姨肯定会没事的，相信我。流沙深情地劝慰道。郑小山现在心里有1万个不愿意也没有办法，这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在阴谋的漩涡中，个人也许只是一叶浮萍。他低头垂泪，双手抚摸着妈妈亲自戴上的项链，蓝宝石借着灯光闪着幽蓝的光彩，一滴泪水正打在吊坠上，他陷入深深的迷茫。边缘人国内篇的故事到这里终于结束了，边缘人在国外的精彩经历以及与资本博弈的故事，笔者正在努力记录，后会有期，我们江湖再见。